大家好哈，今天是2024年5月19日。那么这两天呢，老袁就把一直想研究的一个事情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就是2024年3月26日，美联储发布经审计的2023年年度财务报表。报表显示，2023年美联储支出比收益高出1143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营亏损。包括美联储逆回购操作准备金余额在内的利息支出，在23年增长近2倍，达到了2811亿美元。此外，美联储去年从资产组合中获得的利息收入总额为1638亿美元，2022年这一数值为1700亿美元，所以美联储巨亏1143亿美元。那么其实美联储巨亏在去年年中就已经明确的说明了。2023年第二季度，美联储发布的财报显示，美联储的总利息收入为883亿美元，总利息支出为1418亿美元，美联储经营性净亏损达到了573亿美元，这是半年度。那么全年度预计就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了，所以市场早有预期各种金融机构早有预期，所以当时这一波关注就已经释放过去了。那个时候老袁还没有来关注美国经济这档子事儿呢，所以不知道当时大家反响是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全年亏损1100多亿美元的美联储是非常让人觉得震惊的。那么稍微了解美联储整个机制的朋友应该知道，美联储从制度设计上是一个净赚不亏的机构。但是这个认知过时了。什么时候过时了呢？就从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在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推出了一项变革。什么变革？美联储为商业银行存在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个事情在此前是没有的，你放在美联储的钱是没有利息的。美联储向外去贴现，向外去提供贷款，这是它的主要对金融机构的支持。作为最后贷款人作为这个整个金融行业的这个隔夜拆借利率的掌控者，那么它都是赚钱的。它唯一的亏损方式就可能是操控这个公开市场的国债的时候，买进卖出的过程当中，利差之间可能产生亏损。但是由于它所有的贴现都是得利的，它亏损的可能性近乎于0，所以108年来美联储没有亏损过。上一次亏损已经是1915年的事情了。那美联储为什么亏损呢？因为美联储现在向商业银行支付存款准备金利率了。这个利率是什么利率呢？就是美联储 FMOC 公开市场委员会规定的这个5.25到5.5的这个隔夜拆借利率。这个隔夜拆借利率的下限5.25，就是通过美联储向商业银行支付存款准备金利率实现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你不给我，比如说2个商业银行之间拆借，如果你不给我超过5.25的利率，那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呢？我为什么不存在美联储呢？我不借你，所以你必须以高于这个利率的这个价格的利率来去借债才是合理的。那上限是怎么规定的？那就是美联储向外借钱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贴现利率，那5.5，你找美联储借钱就是5.5，你找别人借钱，这里边有个利差嘛，那这个利差是可以去赚的呀。5.25存在美联储，那我借给你呢5.35可以呀，那我借你，那就这么回事儿。所以美联储现在的利率操控和2009年之前的操控方式完全不同了，所以美联储是可以亏损的。而且随着美联储疯狂加息，在短短1年时间里边从0加到了5.25到5.5，它成了一个巨亏的机构，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伯南克是疯了吗？他为什么要给商业银行支付利息？上100多年的美联储从来不向商业银行支付准备金利率，他为什么要支付呢？我们要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在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通过改变银行的准备金去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如果要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美联储就会卖掉一些证券。那么
美联储把证券卖掉了，意味着他把钱收回来了，所以银行的准备金就变少了。银行的准备金变少了，借钱就更难了，钱少了自然涨利息，合理吧？那如果他想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呢，那他就去收购证券，其实就是国债。那收购的时候，他就会向这个银行释放准备金，银行之间的钱充裕了，本来需要去拆借的不用拆借了。那么这个或者说拆借利率高的情况下，在市场上这个钱充足的情况下，利息就要下降，那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名字都是这么来的，是通过这种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二级市场操作，就能把这个利率压下去或者抬上来，这就是美联储控制利率的方法。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在第一次推出量化宽松之后，所谓量化宽松就是美联储疯狂的吞噬这个国债，吞噬长期国债，2年、3年、4年、5年、10年的国债，那么这个市场的资金就贼充足，银行就不缺钱。结果呢，银行叫什么？他自己的话嘛，伯南克自己在《行动的勇气》当中第20章说的，银行体系资金泛滥，大多数银行就不必互相拆借了。那既然银行几乎没有短期借贷的需求，联邦基金利率也就几乎到了0。那么这样美联储还怎么通过利率来操盘美国经济呢？怎么办呢？是不是怎么办呢？那先不说怎么办，先说这个事情本身。美联储做 QE， 把这个货币泛滥到这个程度，就是银行已经都不需要拆借了，这个资金得多充足啊！银行大笔的这个抵押资产都是这个有价的证券和这个什么各种贷款合同。那有价证券、贷款合同都可以到央行那儿去贴现。那如果他不愿意去贴现，美联储也会操纵公开市场。实际上它是透过存款准备金贴现利率和这个拆借利率来操控整个美国的这个利率市场、利率行情的。但是现在它大规模的 QE， 所以疯狂的收购美债，搞得银行就不缺钱了。那这个 QE 图什么呀？对吧？正常来说，银行的拆借机能都消失了，那 QE 图什么呀？图使得整个联邦的利率完全降成0吗？这是搞什么鬼呢？这是一个大的疑问哈。那么伯南克自己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死不悔改，他继续 QE， 并且他还说，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提升联邦利率的时候我们有别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我们做资产救助计划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为银行存在美联储账户中的准备金支付利息。他就想到了这么一招因为资产救助计划的时候，那不是由国会批了7000个亿，由美国财政部向这个金融机构和各种需要扶持的机构、救助的机构去注资，去收这个利息嘛，收这个股息嘛。那么美联储现在想着，那反过来操作了，我呢通过高息的方式吸引你们到我这存钱，这样我不就把联邦的利率提上去了吗？我作为一家存储机构搞这个不正当竞争，我呢提供更高的存款利息，你们爱谁我提供5.25%的存款利率，你们怎么办？那你们也只能抬高利率，否则怎么办呢？钱都跑我这儿来这就是美联储设定的一个新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的控制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伯南克当时用不上，因为长期零利率。但是到了鲍威尔这儿这位第14任美联储主席就不得不用上了。这个工具呢，在当时我们不知道美国的金融专家、美联储的这么多幕僚专家有没有详细论证过，等到美联储必须支付利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没有人去探讨这个事儿伯南克非常得意地说，在我当政期间，作为美联储主席期间，每年都能给这个纳税人赚很多钱。但是现在这个窟窿爆发了，到了鲍威尔这儿，利息一路提升以后，美联储在1年的时间里面就亏去了1143亿美元。23年亏1143亿，43亿，24年还要继续巨亏，更加的严重，因为加息停止于去年年中嘛。那么今年还会亏得更惨。那这到底是
疏忽呢，还是故意的呢？就在5月15日，美国众议院一位议员，共和党议员又提出来 end the FED， 就是终止美联储这样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在2009年就闹腾过一次，那么要关闭美联储。那么美联储被指责为通过通货膨胀掠夺美国人民的这样一个机构，专门把钱送给大型金融机构，送给富人。那么再次提出了终止美联储。那么这个指责到底成不成立呢？我们来看一下美联储这个亏损会成为什么。美联储1143亿的亏损会什么？它也不需要国会控制，国会也控制不了这个东西，它也不通过这个申请国会预算的方式来运转。美联储手里有的是钱，它亏归亏，但是它不缺流动资金，它这个印钱的，这个话是实话，只是它亏损。这亏损会变成什么？会变成美国的国债。那会变成美国的国债。那财政部在合并报表之后，那么美国的财政预算就相当于多支出了1143亿，而美联储原本上交的那1000亿、2000亿的这个利润也没有了。所以说财政部因为美联储的这个骚操作，产生了将近3000多亿的当年窟窿。那美国联邦政府本来就是每年巨大的举债亏钱，亏得非常严重，它的税收完全抵不上支出，而美联储又捅出来3000多亿的窟窿，还要合并进去。那最终什么叫做美国政府的国债呀？它要通过美国政府的税收来偿还。那实际上美联储的巨亏就加到了美国纳税人的这个账上，就要交税啊。那么谁交税呀？当然是富人避税，穷人交税了。这个事情，都知道嘛，对不对？那所以美联储是不是在打劫穷人，周济富人呢？那我们看看它利息支付给了谁？有钱存在美联储的，你比如说巴菲特，就在那个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的股东大会上就说了，这段咱们在分析这个巴菲特的这个股东大会的时候，咱们也明确说了，巴菲特在这块非常强调。说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情况下去投资什么股市啊，存钱就好了，美联储给的利息足够的高，那我们没必要去做那些风险投资啊，靠谱的5.5的收入不好吗？很好啊，非常高的收益率了，说实话一般都赶不上，这是100%靠谱啊，多好的收入啊！要知道可能很多人还是本着正常这个国家的央行的策略，这只是个标定利息，利息是由银行出，不是的，银行是存在美联储，美联储直接以发行货币的方式支付利率。到这儿我们可以说，美联储打劫穷人周济富人的这个事情是成立的，这个事情就是成立的，因为他所干出来的这个窟窿是由美国财政并表之后变成美国国债来负担，美国国债又将由美国这个税收来负担，他就是在打劫穷人周济富人。比如巴菲特说我们是愿意交税的，巴菲特说美联储这样做是不对的，巴菲特说美国财政部的搞法是不对的，他说这个鲍威尔是个明白人，但是他左右不了这个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啊，他其实隐晦的表达了对财政部或者美国政府的这个叫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的批评。上一回我们在说鲍威尔的这个美国经济的看法，被美国金融看法的时候，我们也说了，鲍威尔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说了，美国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那美联储这个大窟窿就是在打劫穷人周济富人，此话不错，能有钱存在银行，银行最终支付给有钱人利息，支付给富人利息，这个利息最终是美联储出，美联储又是通过国债搜刮纳税人，这个逻辑是成立的。那么细心的您肯定会发现一个问题，美联储通过支付利息释放大量的货币进入到了这个金融体系里边，那这个时候它 QT 也就是叫货币收缩政策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它提高了这么高的利息，但是它在 QT 那一边手很软啊，每个月只有600亿的收水，一年7200亿，可是美联储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这个高息政策，
就释放出去2811亿，在2023年还不是全年都是最高息状态。2024年如果全年最高息，它将释放出去3000多个亿美元，夸张吗？所以它 QT 政策是非常打折扣的啊，非常打折扣的。而且我们再进一步看，这就更有趣了。那么美联储发行的这个利息，支付给商业银行的利息，实际上变成了美国国债，间接的变成了美国国债，因为它促使了美国国债要增大量去发，美国亏得更严重，那需要加大货币的加大这个债券发行。而结果呢？结果美联储自己还会到市场上去收购债券。如果经济下行，它可能接着 QE 又去收购债券。好家伙，美联储就厉害了，就可以我发债我收债，我发债我收债，我使劲放利息，我使劲收债，这左脚踩右脚，美联储登月了，去火星了。这就美联储现在玩的这个事情啊，简直就是骚操作之极了。就是无穷尽的释放这个 QE， 释放货币，我释放出去这么大规模的货币，当做利息发行到商业银行里面去啊，这还不算完，我还能把这个东西变成国债，还不算完，我呢还能把这债再买回来，我再放一波货币，好家伙，这简直了，就是疯狂 QE， 实际上 double QE， 疯狂。这就是美联储现在的骚操作。那么有人提案，有议员提案要把它给拆了废了，合不合理呢？某种程度上说挺合理的。到这儿呢，我们就不用听这个美国这些板砖的专家来忽悠我们了，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美联储加息，而美国完全没有看出通货紧缩的现象来啊，失业率也没有下降，对吧？失业率也没有上升，经济也没有崩盘，而股市还接着涨啊，这个加密货币也接着涨，怎么回事呢？咱们已经说清楚了。那么 QT 是假的，那美国接着大规模泛滥货币，还是个 double 版，那只不过是变得很隐晦了，对吧？变得很隐晦了，这个事情好似我们看不出来，但仔细绕一绕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从美联储巨亏这个事儿上，我们就能看懂了，它没有真正的 QT 啊，鲍威尔为了不得罪金融家们，不得罪民主党，不得罪相关的这些利益相关人们，他搞了一个既能满足这个穷人和这个普通人对于反通货膨胀的需求，我加息，哎，你看我加息，我弄通货膨胀，然后接下来呢，阴谋论一点哈，这个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能看出来，美国4月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是作假了的数据，它的调整方式非常的鬼怪。那么3月份为了比2月份强，调高了0.2个点；4月份为了比3月份不差，又调低了3月份0个点，叫二休的时候休下去了，休下去0.2个点。这个事情是很鬼怪的哈。那么恐怕就是这边想忽悠选民，忽悠穷人说通货膨胀我们压下去了啊，我们美联储很有成就，那面又不让这个有钱人恨他，你看我给你们这么高的利率，对不对？都是这帮穷棒子承担的，开心吧？开心。同样呢，我们还能从另一个数据上看出端倪来。那么美元的货币基金呢，数量疯狂增长哈，就在2024年1月31号就突破了6万亿大关，有这么多全世界的美元疯狂向美国回流，加入到美国的货币基金市场。这些货币基金呢，就会做各种各样的拆借，各种各样的短期融资操作啊，尽可能补充了美国的资本市场。所以美国的股市啊，气势如虹，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品啊，气势如虹，那增长非常的显著。那不就是4%到5%的这个货币基金融资成本嘛？参照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嘛？那这个东西只要股市上涨的幅度超出所要支付的基金，那就能赚。所以继续击鼓传花啊，继续如此啊，那这个事情就继续繁荣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能看出来美联储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哈。第一，它 QT 根本就没有实现，货币流通量啊表面上降下来了，实质上是翻了倍了。它呢通过利息释放出来这些钱都在哪儿待着呢？在美联储的账户上。所以表象上货币的流通量啊仿佛是少了一些，其实都在这套利呢。这些钱待在股市里也好啊，待在资产里也好哈，待在某些债券市场里面也好，待在哪
都差不多，这央行把它吞进去了，这是个假的。那么一旦央行如果有什么动作，都可能会释放出来。第二呢，加息之前美联储吞入的这些低息的国债、低息的这些有价证券，那全部都成了美联储亏损的大坑。那么相当于美联储把这些债券的坑给填了，那之前卖给美联储债券这些人都是皆大欢喜，那么美联储却要把这个坑给填得平平的。那么这些亏损，每当美联储不得已要卖出这些债券的时候，每次他做 QT 去卖这些债券的时候，都相当于向市场释放红利。怎么说？100块钱收的，他只能卖98啊？为什么？因为美联储自己的利率高，所以它使得债券这个市场就要下降卖出价格，大家回笼资金去存钱，去做货币基金，去做各种事情，都比收着这些债券强。他如果想卖出去，就要提高债券的实际利率，票面利率是死的，比如说1%，那就是死的。那么要想提高，那只能卖的便宜，卖98、97，他又要释放一波红利。这些债券会被谁买？又是有钱人，对吗？所以说又一波，等他不得已继续 QT 的时候，美国的各大基金、各大财主又要狠赚一波。那么经济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儿？美联储现在这个处境决定了美国经济下一步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给出一些预测了。那么第一，投资肯定放缓，因为央行套利这个利益太庞大了，去投什么资？什么企业年度有可靠的5.25%到5.5%的收益，还不如存到央行去呢。所以说投资会非常的匮乏。第二一个，中小企业没有贷款来源，陷入经营困境，所以呢，接下来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肯定会萎靡不振。那这个东西可以包装成加息的后果，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实质上，正常来说，加息不一定带来这个后果，但是美联储本身支付高额利息就一定带来这个恶果，一定带来这个恶果，非常严重的恶果。那这个是跑不掉的，因为钱长着腿的也要往央行的账户里跑，好去套利。那么第三，中小银行的困境加大，坏账加大。中小企业的坏账加大，中小银行就坏账加大。中小企业经营不善，中小银行不但不放贷给他，原本放出的贷款还可能坏账，那么中小银行就会跟着大规模倒闭，大银行就要捡尸体，进一步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果由着美联储这么玩下去，美国的这些小企业、地区企业、社区银行、州保护企业全都要死绝，都要被这些大银行给垄断吃干净。可想而知，美联储代表谁的利益？这个东西不管是他不留神为了救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还是他故意的，事实结果就会发生这个事儿。再一个，普通人的信贷近乎枯竭，普通人的卡债利率飞高，普通人的房贷利率飞高，所以呢，他也可以说，哎呀，经济放缓了，对吧？你看小企业倒闭了，那么我们这个为了让经济能够软着陆，为了让通货膨胀下去，我们要让美国人承受这个痛苦啊。实质上，这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套利，这个是阴谋，真不可谓不深啊，真的是很。那么我们怎么评说鲍威尔呢？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只能假定他比我们高10倍、100倍，他一定知道。但是呢，他恐怕处于得罪不起的状态，因为民主党是不会支持他的。美国现有的大财主，尤其是这些高科技新兴企业啊，这些大财团的头领，那都是民主党的铁杆。美国政党是不会支持鲍威尔破坏他们的利益的。所以鲍威尔现在是什么战术啊？装傻鸵鸟战术。他说呢，我们现在啊这么高的利息，那通货膨胀呢能够看到它下降的端倪，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这个利率，因为这个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通货膨胀下来了。那么只有股市的股民，不知道很多信息的股民才会去想美联储降息，那就会有利于这个股市啊，只考虑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在鲍威尔看来，他降息，天量的货币就会从央行抽出去如果降息幅度很大的话，全部冲进股市，那整个金融泡沫就会逆天的飞高。他扛得住吗？整个这个堰塞湖如果释放开来，美国所有的这个资产领域这个有价证券领域全部要被这个海量的资本冲进去，泡沫会大到震惊天地。等到这个泡沫崩盘的时候，美国就炸上天，穷人就彻底可以饿得吃不上饭。
而有钱人就会赚翻天。这么鲍威尔承担不了这个后果，他不想成为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主席吧？那么他现在就是鸵鸟政策，利息呢既不往高调也不降，拖一天算一天，拖一天算一天。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哈，前面我们说 CPI 数据就很有问题，那么 PMI 数据也有问题。美国4月23日那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 PMI 跌破荣枯线，初值为 49.9， 远低于预期的52以及3月的前值 51.9， 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推理，就是中小企业很快就要这个没有资金流动，陷入这个极度艰难的状态。那么由于这个央行存款利率套利，使得资本套利这个事情挤压了所有这个实体制造业的这个流动资金，那使得这些小企业都活不下去。所以接下来就是中小企业倒闭、失业、制造指数下降，经济萎靡不振，那么穷人越来越穷，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是另一种历史上没发生过的灾难，它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糟糕带来的这样一个巨额的套利空间。巨额套利空间却是美联储支付利息，最后变成美国老百姓的负担。那么这个事情应该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那么我们仔细看看，如果它降息，吸附在美联储账号中的各个商业银行的巨额资金就要活动起来，这个堰塞湖一旦打开口子，那么席卷美国所有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个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它还能加息吗？加息就是进一步加大套利空间。那么个人的消费支出，不管是这个卡债还是这个固定资产，就是房贷、买房，都将彻底抑制，穷人就简直没法活了。那么而有钱人将获得巨大的这个套利空间，那美联储的债务窟窿就会出现5000亿、上万亿的窟窿，再也掩盖不住。那么这个事情它也加不了息。那么现在它能不能把这个最大的矛盾取消掉呢？强行取消掉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呢？其实这跟降息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它强行取消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那后果就是海量的资金瞬间山呼海啸一般的冲向市场，跑到各个地方去炒作各种资产保值，或者逃离美国，或者整个这个全世界都会乱了个套。他也不敢取消这个政策。实质上鲍威尔现在脑袋钻沙子，天天睁眼说虎，我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我还需要信心来建立通货膨胀下降，是他唯一的选择。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鲍威尔不是没路可走，但是这条路很艰难。什么路呢？美联储可以拼着整个账面严重浮亏，狠狠的把债券全抛出去，用这样一次性的狠招彻底缩表。当他把这个所有的债券全抛出去之后，美联储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他这个时候市场资金极度紧缩之后，他可以不再使用这种付息的方式来控制联邦基金利率，而回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来控制联邦市场基金利率。这个时候美元的这个价值就恢复了。那么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是山呼海啸一般的后果。第一，债券市场全崩了，不光是普通的债券，尤其首先崩的就是美债。美债会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手里面贬值，因为美联储抛出它所有的国债，那全世界的国家抛都来不及，那所有就是雪崩式的抛，美债会极度的贬值。美债极度的贬值的话，美国政府其实就相当的麻烦，实质上相当于美国政府的信用就破产了，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发债，美债彻底破产，那么美元的信用也就跟着凉了，那么要经历一个大破灭。那么这个阶段它能不能扛得住？那么第二个影响是什么？股市、债市还有其他所有的这些金融市场、有价证券市场各种什么资产抵押债券全崩，那大量的这个虚浮的什么账面财富全要崩塌。那接下来银行规模级坏账没法，股权质押的各种质押的各种各样的信贷市场全是坏账，
这个冲击将远大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前任就12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都已经批评他了，你这样做会带来更大的金融危机。事实上被他们言中了，很不幸言中了。现在美国所酝酿的金融虚炮和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不要看弄了那么多什么复杂的手段啊，讲了很复杂的事儿，我们在分享这个伯南克的各种策略当中，但事儿不逃出金融的本质。天量的水成了天量的炮，一旦炸会比08年更加惨烈，更加恐怖。这是美国巨大的金融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炸。那么如果这一些美国都扛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美元会恢复真正的价值回升。那么美联储将所有的虚炮全收回了，炸掉了所有的炮，那么接着美元的信用值就能恢复了。而全球被它冲烂了以后，进入到金融恢复阶段，通货膨胀才开始真正的下降，那所有的这个实业生产才恢复真正的价值，中小企业才能获得合理的贷款，人们的就业才能恢复，经济才能恢复正常。那么但是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在历史上只有保罗沃克尔干过，好像在美国历史上就没有第二个人干过。鲍威尔可以吗？他能做到吗？这样涅槃重生式的活法，美国今天有人能做到吗？川普可以吗？反正我们知道拜登绝对不会，他是推波助澜的。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大家可能听似有些耸人听闻，但是老袁希望大家一起来分析探讨这个问题，给出你的推理逻辑来。那么是不是美国现在处于这个状态？如果是，我们就形成了对当今世界金融形态的第一个基本面的判断。美国由于美联储08年之后救市的骚操作，各种天量的 QE 以及美联储向商业银行释放这个存款利息率的这样一个，不管是无心之过还是有心之谋，到了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极其恐怖。美联储的政策不管加息也好减息也好，根本不起到正常的降低通货膨胀什么挤压泡沫，那恢复经济的本质实在性，恢复经济发展动力，接下来恢复经济增长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只有天量的泡沫，天量的堰塞湖悬在高高的天上。那么这一场宏大的金融危机将会比0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宏大5倍10倍。那么这个时候与美元切割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那么得出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哈，那么没关系，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哈。这个只是从这个老袁所知的贫瘠的金融知识，以及读了那么一本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对美国这个央行有所了解之后做出的推理，肯定是不靠谱不完善的，没关系，欢迎大家一起来拍砖。那么后续老袁会发现这个方向很有趣，会进一步深挖美国经济相关的事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见。